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來賓到場，我們先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詩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頭條焦點趕快來關注到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的中東戰事已經正式的爆發了。今天會關心伊朗它的動作重擊了美軍的基地，並且聲稱他擊中了林肯號航母。鐵穹現在說以色列的鐵穹也擋不住嗎？川普則是揚言還會再繼續的加大打擊，打到4週為止，更預告會有美軍更多人會喪命，也就是說會全力來打這場戰爭。美以伊戰爭已經全面開戰，趕快來關心中東現在進入到了全面戰爭模式。本來在26號這一天啊，這個阿曼調停人還出來說，談得還行，和談判雖然沒有什麼太多的突破，但是至少美國跟伊朗之間有取得一些的進展。結果沒有想到，才隔不到多久的時間，28日，美國就已經聯手了以色列，啟動了這個川普叫做史詩怒火行動，對伊朗發動了大規模的空襲，在12個小時之內，一共是狂轟了900次的空襲來進行。那美軍出動了他的戰斧巡弋飛彈、F-35逆蹤戰機，還有他的 FA-18超級大黃蜂等等。那麼成績的部分，我們看到最震撼的消息就是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遭到斬首殺除之外，包括了48名來自於伊朗的高層也都全部團滅了。另一方面，川普再繼續說，他說幾分鐘之內，當時發動戰爭的時候，摧毀了9艘的伊朗軍艦跟多處的海軍設施。以色列的部分加入美國，那我們看到以色列他出動了200多架他的戰機，打擊目標超過500個目標，造成伊朗現在最新統計大概是近1000人的戰損。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我們來看到伊朗的革命衛隊也針對了美國的戰損說出了一個最新數據。他說，美國有超過500死傷，傳6名 CIA 的高官也都被炸死，這是來自於伊朗革命衛隊的說法。但是美軍說，目前的戰損是3死5重傷，所以這數據上其實還仍有非常大的落差。針對於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攻擊，伊朗方面也有立刻做反擊，並且宣告沒有紅線。我們來看到伊朗的3層反擊有哪些？首先，第一層包括了鎖定了美軍中東的命脈，也就是卡達的烏代德空軍基地，還有其他多處的美軍基地。這當中包括了在阿聯、巴林跟科威特等等。第二個就是伊朗說的，美軍的航母林肯號遭到伊朗4枚彈道飛彈給擊中，戰局進入了新的階段，被美方給否認。最後一個是飛彈跟無人機，伊朗方面輪番上陣，壓迫以色列的鐵穹防空系統，以色列的部分城市遭到襲擊，造成了9死20傷。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艦長怎麼看了？伊朗真的敢這個無紅線繼續的做攻擊嗎？剛剛說了，攻打美軍基地、打航母，美軍也有非常3死5重傷，這是來自於美軍的說法。但是伊朗的數字是更高的，伊朗真的準備全面跟美國來作對嗎？呂艦長怎麼看？其實這一次不管伊朗的想法是什麼，美國的想法也就是要打出一個結果，不能再像去年一樣。那如果說我們看到最新的 BBC 的新聞啊，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新聞，就是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的部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呢，其實現在已經發生船只遭受到攻擊的一個事件，然後因為這個事件，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個油價它一個飆升。那但是到底是被什麼樣的飛彈打到了？其實目前不知道，因為也沒有提出相關的一個攻擊的內容。但是我們如果從這一張畫面來看的話，其實它的攻擊點非常的高啊，但是也不是高就不是反艦飛彈啊。那我们日後看看共和衛隊它是怎麼樣說明這件事情的。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呢，其實是今天下午1點07分的時候截出來的。那也就是我們看到 AIS 的相關的內容的話，我們就看到荷姆茲海峽在這個位置，其實幾乎等於沒有船只通過。那如果有特定的船只通過，應該就是跟
伊朗以及他的一個國防軍或者是他的共和衛隊已經打過招呼了。我們這邊看到一群的，全部都是油輪啊。那這個油輪呢，為什麼不敢通過？因為其實我們看到荷姆茲海峽在這個位置呢，它其實對於伊朗來講，它其實是有反艦飛彈的，無論從300公里到120公里，通通一應俱全啊。那所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狀況呢，那是不是他連航空母艦都敢打？他說他發射了4枚飛彈攻擊這個林肯號，但是呢，林肯號它並沒有相關的一個戰損的報告。但是我們從之前紅海的一個狀況，我們就可以發現啊。這個無論是當時的胡塞組織，或者是現在的共和衛隊，或者是伊朗國防軍，他們通常都會說他們發射了幾枚飛彈，可是實際上有沒有命中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而且我們知道啊，這個有關於航空母艦打擊群的這一個空中的防衛啊，不是只有那個林肯號就是航空母艦自己擔任，其實呢，它會有外圍的有可能大部分都是這個由伯克級的驅逐艦來擔任，因為它具有神盾系統，可以因應來襲的各種的無論是無人機或反艦飛彈，或者是我們現在所認為的這一個高超音速飛彈。雖然高超音速飛彈目前大家是說無法攔截啊，那但是伊朗有沒有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狀況呢，也就是我們講到的伊朗。他不是他有沒有決心要跟美國對幹，是美國決定要跟伊朗對幹。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持續請教委員又怎麼看？因為伊朗說他有打擊到這個林肯號，美軍現在出面否認，那到底有沒有可能？另外就是川普持續喊話，他說他會再打伊朗打4週，而且他還說會有更多的美軍喪生，他是強人反擊，還是一個選戰前的豪賭？那川普說出動了 B2，還有這個沉寂的9艘軍艦的說法，可信度委員又怎麼看？應該這樣看的哈，任何一個戰爭雙方面哈的說辭都要存疑，不管是美國的說法、伊朗的說法、以色列的說法都要存疑。那任何事情要相信它，一定要 double confirm，就是說雙方面都已經確認有這個事情，那個才是等級比較高、可信的事實。那如果只有一方面講，另外一方面不講，那你可以講說，哎，大概有可能性有60%以上是事實。那如果是有一邊講法跟另外一邊講法不一樣，那兩邊就是要把它擱置，等到事情釐清以後，俄烏戰爭我們就有這個經驗啊。澤倫斯基說一大堆，說最後兩邊都說謊，這種幾率很高啊。所以我們一定要叫做 double confirm 啊，要做這個事。那以目前來講說，這個到底川普要更激進的去打啦，啊，或者林肯號有沒有受創啦？林肯號有受創，到底有多大的受創？這個不能因為受創就好像他不能再打了，也不能這樣子來解讀。好，那你說這個美國能不能維護全球的霸權？美國本來就不是全球霸權了，但是美國在波斯灣還是霸權。所以你要是區隔這兩件事情啊。那這個川普能不能撐4個禮拜？在戰前好像你節目還有很多地方我都不斷強調。根本沒有辦法估算他到底手上剩下多少彈藥，或者說他剩下多少戰斧飛彈，這個導彈那個導彈不知道，因為照道理他在俄烏戰爭消耗不少，他在以哈這個戰爭也消耗不少，所以剩下有多少，還是要把對亞洲地區的儲備全部都搬過去啊。如果亞洲地區的儲備全部搬過去，那還真的夠。可是搬過去的話，那如果中國大陸突然之間來那一下的話，那你美軍不是說很淒慘哦？是，所以不曉得他怎麼去考慮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至於全部搬過去，但是搬多少不知道。那這個至於 B2 有沒有出動，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但是新聞上講的，而不是這個正式官方版本。那所謂集成9艘軍艦，那是美國講的，伊朗這邊也沒有確認，所以我們可以讓這個消息再等一點。但不管如何，我們在評估一個戰爭的時候，我們是用戰損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戰損角度是什麼？比如說打掉哈梅尼是10分，然後這個杜拜的帆船翻掉被打掉，大概就是1分。換句話說，軍用設施跟人員它的價值比軍民兩用還要高。然後軍民兩用比純粹的民間的
還要來得高。那我們這樣的評估起來的話，就像那個拳擊一樣啊，我打到哪裡幾分，打到哪裡幾分啊，這個統計結果誰贏？到第一回合打完了以後，確定是美國、伊朗贏。哦，這不用去否認它哈。那接下來伊朗會有什麼樣的反擊力道？那伊朗會講很多，美國也會講很多。不要去相信，我們一樣要用客觀的數據來 double confirm。那因為整個伊朗的高端階層被端掉了嘛，這符合美國的戰略，因為美國的戰略講廢核，基本上只是他提高他打伊朗的正當性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消除教士政權，把伊朗政權移交到民選政府手上去，或把革命卫队的权力移交到国防軍手上去，他基本上採取這個策略。所以呢，伊朗裡面有根深蒂固的經濟矛盾跟民族矛盾。國防軍、民選政府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教士集团跟這個革命衛隊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也就是他們是滿清另外大多是漢人。新軍都是漢人嘛。然後八旗都是滿人，大概這種情形。那美國就想要趁這中間而入，我只要把你教士集团鏟除，革命衛隊弱化，那國防軍就有起來的機會。他基本上是玩這個遊戲。好，所以美國已經達成他所希望達成的目的之一。那其實現在呢，不管是美國或伊朗，可以看到雙方都互不相讓，也都說沒有紅線，會繼續的打下去。這一場戰爭會不會從目前的空戰變成地面戰，甚至演變成一場區域戰爭？楊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應該不至於，但是並不能排除它有發生軍事戰爭擴大的可能性。這取決於什麼？這取決於不只是你彈藥的這個庫藏是多少，也取決於最重要是政治的發展跟變化，尤其是伊朗現在內部。那美國川普為什麼要打伊朗？他的說法是：第一個，伊朗的核武絕對不能容忍；第二個，伊朗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恐怖主義者。這連國際媒體都不買這兩個理由，那他在聯合國安理會都這麼講。但是我覺得真正它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伊朗的一連串的暴動跟抗議之後呢，其實伊朗已經非常的脆弱，統治階層很脆弱，哈梅尼也86歲，然後呢，以色列跟美國的情報看到了機會，趁你病要你命。那當然，如果把這個神權政府的高層能夠幹掉，一定會有比如說理性務實的接班者，或者是改革派是不是能夠取代？後面的變化很難講。但是呢，他們在過去長久以來對伊朗的滲透，那伊朗已經像個篩子一樣，所以你才會看到這麼精準。就軍事而言，這是個精準的斬首行動。但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川普跟內塔尼亞胡都有內部政治上的需求。你想想看，美國現在最高法院判這個關稅無效，然後呢，淫魔案，川普的介入越來越多。ICE 現在在美國，這個是過街老鼠。年底的選舉，美國的啟動選舉，所以川普需要一場軍事勝利，尤其是過去46年來作為美國最重要的中東地區的挑戰者、威脅。如果能夠把這個最高領袖哈梅尼一舉幹掉、斬首成功，他不是一天到晚就在這邊很驕傲的嗎？你接下來看，你川普一天到晚會講這個事情，他的支持者會以這個為主要的一個外交勝利。內塔尼亞胡也一樣，內塔尼亞胡政權現在幾乎要下台了，現在都不用了。所以他有就是說，可能針對伊朗的情勢的觀察所採取的決定。那現在伊朗，你看到過去超過一整天的這個回應打了8個波斯灣國家美國有基地的這些國家，加上以色列，那尤其是集中在以色列跟波斯灣周圍的這些國家，那造成是有一些戰損，但除了那個雷達系統之外，其他其實還好。伊朗說是打死了200名美軍，但美國人說只有死3名，會不會再持續？因為第一天前面24小時，這是一種情緒上的回應，因為你打死我的最高這個領袖嘛，而且不要忘記，我覺得《紐約時報》很多西方媒體都很刻意虛假的遮蓋這個另外一件事實，它也造成148個中小學生的死亡。然後呢，這個東西看在伊朗裡面
這個第一個24小時，甚至接下來1、2天，我覺得還是會有一個很高的情緒會出來。那甚至會有一些孤狼式的那種恐怖攻擊會出來。看到在德州已經出現了。你看到巴基斯坦跟伊拉克，他們要去攻占美國在那邊的領事館跟這個大使館。可是它会不會再提升，就取決於我覺得就是看伊朗內部的這個就是政治的變化，它會走向一個集體領導，還是說多久新的最高這個元首會不會選出來，還是說內部會走向一個動盪，神權政府的瓦解，目前都不是很清楚。感覺上，革命衛隊跟國防軍大概不會去直接去取代新的這個政權，所以在態度上、言辭上強硬依舊，可是呢，在實際上後續的攻擊上，這個強度會不會增強？我覺得還有待觀察。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我們持續討論美以現在突襲轟炸伊朗的原因為何？是否也在要顛覆政權，對中俄來做施壓呢？我們來看到美國的接連的動作，打了美國之後又打伊朗，是不是也在為接下來的川習會鋪路呢？川習會會不會出現什麼樣的變數？今天這一集我們會持續的一起來關心。好，再看到的是美以聯手打了伊朗之後，引爆全球動盪，現在包括中俄也已經出面來表態喊話了。我們先來看到中國外長王毅怎麼說。他說呢，美國和以色列在這個伊美的談判進程當中，那麼對於伊朗發動襲擊不可以接受。那麼公然的擊殺了主權國家領導人，是鼓動政權更迭，更不可以接受。中方反對並且予以譴責。俄羅斯的外長也出面喊話，他說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進行軍事的打擊，已經嚴重破壞整體中東局勢穩定了。俄羅斯跟中國的立場是一模一樣的，俄羅斯希望跟中國一起加強協調與溝通，呼籲立即停止戰事，回歸外交談判的進度當中。中俄現在等於說直接兩方都已經站出來力挺伊朗到底了，主要原因就是他們在不管是經濟上或者是軍事上，跟伊朗都有長期的合作，也被視為是重要的盟友。這一次伊朗遭到攻擊，同時也當然會打亂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中東原本的布局。但是我們也來稍微回顧一下，川普在今年他的動作非常的多，打擊的對象從先前的委內瑞拉到現在的伊朗，怎麼都跟中俄有關係？會不會他劍指的就是中俄，而特別是不是劍指中國大陸？楊老師有怎麼解讀？我就引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美國的学者葛莱儀，他在 X 上面發表一篇，他說北京對台自有其自身的時間表跟戰略，不會受到伊朗、委內瑞拉或烏克蘭的強烈影響。那些紙上談兵的中台關係專家，括號，應該停止預測習近平會利用每一次全球危機來奪取台灣。其實從昨天到現在我們在台灣也好，不管在美國也好，好多人在說美國攻打伊朗會造成這個兩岸之間的穩定啊，還是什麼的，一大堆預測都出來。我說這些人真厲害，葛萊儀一下打臉這些人。講句實在話，王毅跟拉夫羅夫所講的話對不對？對啊。川普去打一個國家，這是合法的嗎？當然是非法的。你有沒有找到他核武的證據？沒有啊，連那個洗衣粉都沒有啊！你不是在談，人家都願意去跟你談。你要打，其實我們剛剛講了，我覺得他就是為他的這個需要，以及為他的勝利上，以他看到哈梅尼可以大概一次把他給斬首幹掉。那可是這種東西就基本上像是一種已經沒有任何秩序標準的新君主這種霸權作為。到了21世紀，你看到川普他的一切是一種裙帶資本主義加上新君主主義，就隨他的喜歡。那一定有大國要出來講話，連英國這次都只是同意美國用他的基地，但是英國都沒有說我支持這個作為，但是他強調他不參與。歐洲國家都說
這會造成嚴重的影響。只有一個國家第一時間跳出來支持川普，高市早苗。那是因為他們需要川普這個支持來對抗中國。可是，在今天的國際秩序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秩序可言，強國的隨意的作為真的是隨他喜歡。那但是這個時候有大國出來講話，我們就把它去做等號，說你看這個都是跟中國、俄國關係密切，某種程度也許是。那伊朗2015年跟中國大陸談成了一個幾十億美元的石油方案，但是這一次舉例而言，伊朗每天出口300萬桶的石油，大概有84%往中國大陸。對，就算300萬桶都沒有，其實對中國影響也不大，因為那個比例很小。那它也可以立即的從俄羅斯跟別的地方取得這個替換，而不像是我們台灣呢，其實從尼米茲從中東來的占我們的原油進口大概是60%，占天然氣大概是2%，所以對日本、韓國、台灣影響比較大。因此這個時候你來說，這到底跟誰關係密切，可能都忘記跟我們台灣關係最密切。所以這個時候，很多這種所謂紙上談兵的一些戰略專家會告訴你，從他的政治的立場或者是意識形態，那美國也是一樣，同樣會有這樣一個說法。可是我們已經回到了一種現實主義的叢林法則了。那這個時候，你不需要從所謂的過去的那種思維意識形態來去看待。我覺得中俄在這一次的立場上，當然是覺得美國是跨越界限，可是呢，他也知道。這個是現在新的國際叢林法則。那他所說的，也許我們認為是沒錯，但是又能夠影響現實如何呢？好，所以我們看到，在這個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攻擊之後，中俄就立刻發出了聲明來做譴責。但是我們也要關心說，這個時間點因為比較敏感，因為緊接着3月份就是川習會，3月份的時候，川普就會去訪問中國大陸，到時候會討論中美的貿易關係，還有關稅跟台灣議題。那現在也有一個說法是說，為什麼川普要在這個川習會之前先去抓了美國的馬杜羅總統，然後又斬首哈米尼，是不是要跟這個川習會裡面為自己增加籌碼，又或是要埋下更多的變數？那委員又怎麼解讀川普的動作？我倒是不認為川普因為打了伊朗以後，他到中國大陸就比較有本錢對習近平講話。我不認為這樣講。是為什麼？因為雖然王毅講說應該以譴責，然後這個拉夫羅夫說：“哎呀，你應該談判。”這是外交官講的話。哎，你只能什麼？你只能譴責。哎，你只能談判。剛才有文兄講對了哈，從 O to B， 對與不對是絕對是美國不對，以色列不對。但是只要戰爭一發動，就沒有對錯是非，只有輸跟贏。我們必須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客觀的現實。歷史上就是這樣子啊，很多講了一大堆道理，都開戰了以後，最後贏的人解釋。這個好意外嗎？沒有好意外的哈。所以對於川普，他當然有他內政上的需要，個人的一些想法，但是他的戰略目標很清楚，就是他舉出來的牌面上說，要你廢核，要你廢導彈啊，要你廢棄代理人，然後更重要，要你廢棄教師政權。他4個目標啊，很清楚啊。而這個4個目標也是他打這一次真正的戰略上的需求。所以他抓馬杜羅就是在他公布說，大西洋就是整個中南美洲就是我的勢力範圍，你誰都不敢跟我這樣。就馬杜羅抓了以後有沒有效果？立竿見影，有，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巴西總統盧拉還敢講什麼嗎？沒有。哥倫比亞總統還敢講什麼嗎？沒有。連那個尼加拉瓜的總統奧特加，川普下令叫他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他乖乖釋放了，連話都不敢吭一聲。然後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尼加拉瓜選舉，說你如果給我選出一個反美，我就揍你一頓。那些選民乖乖投一個中間偏右的選民出來，這個就是立竿見影，你不能當作沒看到它的效果。在國際政治上，武力還是很有用的。那你今天打了伊朗了以後，以色列在那邊就當美國最大的軍事基地啦，它可以牽制中東所有的國家。很多人講以色列說啊，以色列把美國牽着走，錯的。跟美國利用以色列作為它中東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其實以色列整個就是美國的軍事基地，在戰略上來講，牽制附近所有的國家。所以對於這個美國，因為打了伊朗以後，就強化了它
作為以色列作為軍事基地在中東的影響力，它等於就可以對所有的石油輸出國家，這個說一不二啦。因為你想想看哈，中國從波斯灣進口的石油佔中國進口石油多少？50%。然後伊朗的佔多少？伊朗佔中國進口石油的13%。你才記住這2個數字是代表什麼含義？代表說我跟中國談的時候，我多了一項籌碼，就是石油。对。那中國這個50%來自波斯灣進口的石油，容不容易被取代？應該很容易被取代，因為它有個俄羅斯啊，所以中俄兩國啊，如果綁得更緊密，那對中國來講，俄羅斯的石油產量夠中國相當大概70%以上可以補足，沒有問題。只是現在運輸的路線上啊，因為沒有做好，只有天然氣管線做好，石油管線還沒有做好，或石油運輸系統還沒做好。那所以你說要威脅中國，這個也談不上，這不是中國不能解決的問題啊。那你有人講說，哎呀，中國就不會讓他去北京訪問，也不會。為什麼？因為北京也有很多要從華盛頓要到的東西，所以互有需求。那你說伊朗對中國，中國只是因為面子上比較少啦，伊朗也談不上中國的盟友啦。那你這個一個朋友被打，你幫他講2句話也 OK 啦。你說真的為他賣命，那不可能的事情啦。中國有自己的利益啦。好，那我們也看到，那這一場戰爭在爆發之後，我們也看到現在中東可以說是亂成一鍋粥。但是伊朗呢，它持續的加強打擊。剛剛我們提到了嘛，伊朗除了打擊美軍的基地之外，還有以色列之外，它現在也在擴散，是無差別的做攻擊。我們要統整到了幾個大家比較驚訝的地區，包括現在是連杜拜都不安全了，非常多的航班也受到影響。還有呢，卡達的首都杜哈、阿曼的香港、杜洛姆都遭到伊朗的攻擊。其他像是呢，在杜拜的国際機場、帆船飯店都傳出有爆炸跟火光哦。那民眾受傷，中東一夜之間都變成戰場。在這個時候，包括了英法德3國都聯合譴責伊朗，說必要時候會採取防禦的行動。怎麼看這種無差別攻擊到周圍的國家？呂艦長。其實它不是无差別攻擊，它是攻擊這些周邊國家的軍事基地。那就是美國的軍事基地。我們從這張圖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這個每一個點都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然後伊朗就是這樣不斷的攻擊，因為它現在美國的想法就是要讓伊朗未來爬不起來。伊朗就是想要把美國的勢力從中東趕出去，不過這2個願望是不是能達成，我們就看着那個現在，川普他說他要打四個禮拜，那4個禮拜他的彈藥夠不夠？然後另外4個禮拜那就已經到了他要去出訪中國大陸的時候了。那這個也就是他的輕與重，那以及伊朗對於這個現世的判斷的影響，但是呢，這裡面有幾個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卡達國防部他現在已經告訴了半島電視台，這是半島電視台的一個那個新聞畫面，然後這一個翻譯是 Google 直接把阿拉伯文翻過來的，也就是伊朗的飛彈襲擊了卡達北部的一個遠程預警基地，也就是這一個那我們稱之為普魯爪的這一個長程預警雷達。所以，如果是伊朗第一時間選擇攻擊，而且看來也攻擊成功了的話，我們台灣就要想一想我們的樂山雷達到時候如果遇到這一個台海衝突的時候，也是第一波被攻擊的一個對象。那其實現在的這麼多的問題也就是伊朗它本身進行這一個威懾失敗的部分。為什麼這麼說？現在美國除了有關於濃縮鈾要伊朗交出來，而且要停止研發，而且連飛彈都一起合併在內，因為它不斷的透過這飛彈去威脅這個以色列。那我們看到之前他公布了，這個是2023年的時候，他公布了霍拉姆沙赫爾這個飛彈可以打2000公里。這個為什麼2000公里？因為就是對準了以色列而來。那另外，它有沒有高超音速飛彈？那它有沒有打過？我們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按照最近出現在這一個伊朗的
世界的一個照片的話，它好像發射了，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照片，但是它之前實際上公布了這個高超音速飛彈的一些模型，那這也就是我們講說它進行這樣的威懾啊，那實際上反而引來了反效果。那會不會登陸？有關於登陸的作戰呢？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啊，有關於各種艦艇的派遣，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這一次的狀況並沒有派遣任何的兩棲艦艇前往。那這個也就是指明了，川普其實他只想透過這個空中的一個攻擊，然後逼着伊朗投降。那另外呢，我們還要繼續觀察一個部分。我們現在都沒有發現伊朗在攻擊這個或者是攔截這個對他攻擊的各種飛彈啊，或者是各種的這個戰機。可是我們卻看到了伊朗在攔截這一些無人機的部分。他為什麼攔截這些無人機呢？這個其實是我們所看到的 MQ9 的無人機啊。那這是美國的無人機，那它這是一個連續畫面，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又被擊毀了。那如果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它這裡下面有帶一個夾艙啊。那這個夾艙到底是做什麼的呢？也就是其實美國這一次，它除了我們所看到的各種軍力之外，那它其實還做了那個有關於我們講到 sensor to shooter， 也就是他在做這個有關於數據鏈的干擾，也就是他帶的是這一種夾艙。所以我們現在知道啊，這每一次的作戰其實也是美國對他國的他的武器的一個測試。這一次他已經將這一個對於數據鏈的干擾已經進行了測試。好，謝謝縣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缘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持續關心到美以之間的這一場戰爭，也涉及到了這當中的情報戰是成為關鍵，因為伊朗的高層，不管是哈米尼或者是伊朗的48名的高層，全部都團滅。現在根據了解，是因為在看牙醫的時候被滲透追裝在裡面有這個追蹤器嗎？伊朗的政權是不是有可能真的這一次就被顛覆了？他喊出的接下來會有3巨頭來接班，真的有機會浮出台面嗎？我們今天會一次的來做解讀。好，趕快來看到，其實呢，這一次川普說了，他一口氣殲滅了哈米尼之外，還有48名是伊朗的高階官員接班人選。川普說，甚至啊，連這些人都已經被美國給滅了。真的是這樣子嗎？我們會持續的做關注。那麼，包括的《紐約時報》跟《華盛頓郵報》也最新披露說 ，CIA 其實追蹤了哈米尼長達好幾個月的時間，早就已經詳細的掌握哈米尼的所有的一個動態跟他的行蹤，並且在最後的時候呢，確定了28日早上的時候，伊朗的高層會舉行3場的高層會議，那地點也都知道了，包括在總統府、哈米尼的官邸跟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地之後，美以是立刻調整了他們的攻擊計劃，就開始展開攻擊了。所以當時的 CIA 是把他的這個定位情報偷偷的交給了以色列，於是以色列也就在清晨的時候，突然間戰機起飛，向哈米尼官邸投下了30枚的炸彈。那麼伊朗的高層幾乎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是全軍覆沒了。情報戰關鍵的地方更是來自於 X 上面特別做的爆料，也就是主要靠的是摩薩德，他裝成牙醫師，還有呢偽裝成內科醫師，潛入到了伊朗境內，在幫伊朗的高層植牙的時候，也植入了追蹤器，在這個當中才可以精準的掌握了伊朗高層他們的所有行蹤。美以的情報單位真的有這麼厲害嗎？連植牙都可以植入追蹤器？呂艦長怎麼看？我們真是大開眼界。上一次呢是真主黨的呼叫機出問題，那還有後來又延續到了行動電話出問題。至於說這個呼叫器跟行動電話突然變成炸彈了這件事情，還沒結束，大家還在懷疑之中。現在連植牙都出問題了。
不過職涯這個問題啊，它應該不是這麼的單純，也就是說，中間出現一個助手，然後來幫他在職涯的裡面裝上了追蹤器。這一個科技不難，可是我們想一想，我們每一個人在看牙科的經驗，那我們是不是都找我們熟識的醫師？那這個也就是這些熟識的醫師已經被滲透了。那到底是怎麼被滲透的？這是除了我們現在講到伊朗這個面對的現在的這個殘局之外啊，我們其他的國家都要想一想，既然摩薩德做得到，你的一個潛在的一個對手是不是也做得到这件事情？那如果說我們講到說啊，因為現在已經進入 RFID 的這一個世界了，也就是它可以透過各種的方法追蹤到你的位置，所以我們在想到說啊，如何遮斷這些訊號？那或許啊，這我們現在的這些國家應該研發這個訊號遮斷器。然後呢，隨時攜帶在這一些國家重要的軍政的領袖上的這個身上。然後雖然可能無論是呼叫器、行動電話，或者是植牙，未來是不是連眼鏡都會出問題啊？那但是它如果有遮斷器的話，那事實上就可以免除這個部分的悲劇的發生啊。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以摩薩德來講，他還會想出更邪惡的方法。对，好，這是來自於這一次的關鍵。為什麼這一次的攻擊可以成功的關鍵之一，就是因為摩薩德的這一場情報戰。那伊朗現在也說了嘛，其實在這個戰爭正式的爆發之前，他們就說早就已經準備好接班計劃了。但是我們剛剛也提到了，川普說啦，他也把他的接班人都消滅掉了，真的是這樣子嗎？因為當初呢，這個伊朗早就已經布局的接班計劃，包括了核心3巨頭。這當中第一個，我們看到3張照片，第一個包括他的總統，目前的總統就是裴澤斯基安之外，還有司法總監，另外一位是憲法監護的委員會法學家。那麼這一段期間，他們會負責就是稍稍穩定伊朗國內的一個政局的穩定。那哈米尼自己其實他在生前也有點3位接班人，那包括了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這一位司法總監之外，還有他們的幕僚長跟改革溫和的這個神職人員等等。有沒有可能川普這一次的行動就可以把這些接班人給完全的鏟除掉，甚至撼動到伊朗的神權政權呢？楊老師又怎麼看？目前新聞顯示出你講到的這總共5位哈，3位是委員會的3巨頭做過渡性的集體這個治理，那另外一個3個就是可能接下來會經由88位法學家所組成的專家會議，要選舉出一位就是最高領袖。依據伊朗的法律，最高領袖是終身職，其實到目前為止2位，何梅尼、哈梅尼。1989年、90年的時候，何梅尼過去之後呢，哈梅尼當時是總統，不過他也是法學家出身，所以呢，本來他不是被看好的，後來何梅尼在最後一段時間指定他，所以呢，經由88位法學家的專家會議選舉他出來。那一直到現在，這88位所組成的專家會議是每8年改選一次。那當然，現在似乎新的任務又來了。會不會裴澤斯基安呢？現在的這個總統，他其實是比較溫和派，但他看起來並不是過去從神學法學家出身的背景，所以這個會是一個問題。所以這就牽扯到改革派跟現在的這個政府跟神權組織，還有就是革命衛隊，還有不要忘記哦，伊朗很特殊的叫做基金會啊，也就是許多真正是掌握這個金錢的這個機構啊，他們到底會去支持誰？那這一段期間呢，其實因為最高領袖被這個斬首嘛，所以在言辭上現在都是非常的強硬。我們看到另外有一位哈，叫做拉里賈尼，拉里賈尼是之前現在的國家安全會議的委員長啊，或者是說秘書長。他在2015年跟美國、歐盟啊，包含中國、俄羅斯談出了核子協議。他也是過去擔任過伊朗的議長12年，啊，然後也是這一次在跟美國在進行談判的人。在差不多12個小時之前，西方的媒體《華爾街日報》說啊，他說願意跟美國再繼續恢復談判。結果差不多在就是
1個小時早上起來，然後呢，他又在社交媒體上面說拒絕談判。所以顯现出什麼意思？也就是說務實派哦，然後呢，理性的這個希望面對把這個情勢穩定下來的聲音，那在這個所謂的政權交替或者是政權鬥爭的過程當中呢，其實被壓下來，他的聲音被壓下來。因此，我覺得似乎在這段時間啊，誰的聲音更加的激進強硬，似乎最後有可能取得成為最高領袖。但這樣一個最高領袖誕生，對伊朗是好的嗎？我們就不知道了，因為也許他選上了位置的時候，你知道嗎？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嘛，哈，大家就了解到伊朗其實現在哪有什麼真正的軍事實力去跟美國對抗啊？不管你美國再怎麼樣的錯，所以呢，也許最高領袖選出來之後的這段期間啊，但到選出來之前的這段期間，伊朗的這個情勢的動盪大概還是會持續的。好，一方面這個伊朗的接班人是誰，接下來還會再持續的經過選舉。那一方面，川普接下來要怎麼樣去控制住這個伊朗這麼混亂的一個局面？現在呢，川普他最新的喊話了，他說伊朗他們想要跟美國來談，他說我也同意談，他們早就該這麼做了。但是關鍵是，不管是伊朗方面誰來談，或者是談的時間、地點等等，到現在川普也沒有說明。他也說了，之前曾經參與談判的人，現在都已經不在了。那外界也開始懷疑了，川普你的動機到底是什麼呢？因為發現呢，川普上台之後，他發動了許多場的攻擊對其他國家，但是呢，外界認為說只是對這些國家亂轟炸而已，迫使就範，甚至只是為了美國自己的利益，像是石油等等，川普根本沒有意要重建其他國家或者是穩定他國的政權，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那委員又怎麼看？真的伊朗能夠出現更好的政權嗎？川普在想什麼？中東地區不會產生什麼大動亂，大家不用擔心哈。石油價格在開戰的時候從72塊一下子漲到81塊，現在又跌回來74塊。那石油商都不擔心，你擔心什麼啊？第二個，這個伊朗內部呢，因為伊朗現在弱化，因為它的經濟矛盾越來越嚴重，它的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大，它的這個民族摩擦也會越來越大。那這個就看不管用什麼方式選出來領導人，你如何去面對這個局面。如果不行的話，你還是會像蘇聯一樣垮台啊！不要管它什麼宗教力量有多強啊，那個都是經不起經濟動盪的摩擦哦。所以是我們必須很客觀去面對這個事實啊。這個你再相信什麼樣的宗教信仰，你肚子餓的時候，你會把它拋到一邊去啊。那個大家不要誤會哈，那個我們在談那個什葉派的法學家哈，那個法學家不是我們經常在法學念那個法學家，那是伊斯蘭教法的法學家，他只是掛法學家之名，跟法學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哈。那這個依目前的制度哈，他的所謂教主是由剛才在講的88個專家會議來選出來的，但是問題在88家專家會議是誰選的啦？是這個憲法監護委員會提出名單，哈，交由全民公投的，不是你想選就可以選啊。這第一件事情。然後這個憲法監督委員會啊，有多少？12個人。這12個人是怎麼挑出來的？其中6個是由這個那個誰啊，由那個教主前一任的教主提名的，啊，現在教主不在了，就回到了到底要怎麼產生？另外有6個是什麼？總統提名。然後交由國會同意，它是這樣組成的。那在國會通過一定是保守派的，這是一個伊朗的死結。除非他突然間出現一個腦筋比較清楚的教主，會引導伊朗走上正常化的國家，要不然的話，他的教主集團已經貪污成不像話了。那革命衛隊跟着貪污，他更沒有作戰能力了，所以伊朗就永遠走不出困局啊。那我也不客氣講，那個司法總監也是貪污重要人物之一，貪污集團重要之一啊。那對於這樣的一個體制啊，這3個人只有1個人不貪污，就是斐澤斯基安不貪污，他沒地方貪啊。這個就是我們要了解伊朗現在的矛盾啊。那會貪污的他就不會想要打仗啊。你不要以為會貪污的他會訓教啊，他會幹嘛？放心啊。那所以對於這個伊朗會衰落一段很長的時間，那對外無力。對內動盪不安，那直到了有什麼解決方法呢？我們再等一等，還不急啊。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普打完了伊朗，又這一次盯上了古巴。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他對古巴說的接下來要友善接管，這當中暗示的是什麼意思呢？美國現在在拉美後院要炸了。我們趕快來看到是美國總統川普在對伊朗發動攻擊的同一天，他又同一天又下定放話了。我們看到他說什麼？下一個對象難道是古巴要做攻擊嗎？2月27號這一天，川普下令攻擊伊朗的時候，也對外表示了，國務卿盧比歐正在跟古巴的領導人進行非常高層級的一個討論。古巴政府現在他說呢，沒有錢，幾乎什麼都沒有，但他們正在跟我們談話，也許我們會有效友善的接管古巴。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委員怎麼看？寧可相信世上有鬼，不要相信川普那一張嘴。你看看他跟伊朗講說，我們這一次談判有進展，我們哪一天再談判，中間就開打了。上次馬杜羅不是也這樣嗎？電話剛通完，哎呀，這個大家好好談一談了，電話掛掉沒2天，馬杜羅被抓起來了。而且馬杜羅如果不投降被抓的話，還馬上革避他，這是川普自己下的命令啊。所以川普今天跟古巴講說，我們要友善接管，他真的很友善嗎？古巴人自己至少會想清楚一點哦。但是古巴當然會比伊朗更加的孤立啊，因為不管是中國也好，俄羅斯也好，遠水救不了近火。而且古巴自從卡斯楚不在了以後，古巴的已經沒有魅力的領導人，內部問題也是一大堆。那現在古巴又被封鎖，然後又沒有石油，因為它唯一的石油來源，要麼就來自墨西哥啊，要麼就來自委內瑞拉，全部被切斷了。所以對古巴來講，現在老百姓是進入一個很艱難的一個處境，他們必須要選擇放棄他們現在的政權，還是要選擇接受一個親美的政權。那對川普來講，他是要的是一個親美政權，他並不是美國自己要去管他，而建立一個親美政權最好的對象是誰？就是盧比歐。盧比歐他是古巴反對派的人，逃到佛羅里達州的第二代、第三代啊。這些人在佛羅里達就一直想要恢復故土，復興古巴，但這種口號都一直要反攻古巴，一直有在這個一個理念上。那這是古巴的內部問題哈，他自己不能解決，別人沒辦法幫他解決。那現在川普對他全面上的限制，不排除如果有發生傳染病，都會很容易產生大饑荒。所以放心，川普不會友善接管，他一定步步緊逼，鯨吞蠶食。所以古巴要先想清楚。好，那如果說美國要鯨吞蠶食，接下來美國會用什麼樣子的一個方式呢？會不會透過 CIA 來滲透進古巴呢？我們持續的看到川普他還說什麼？他說呢，這個古巴委婉的說是一個失敗的國家，他們想要我們的幫助。但是話是這麼說，我們看到前2天這個美國跟古巴之間又是充滿火藥味的。來看到這一件事情，就是發生在2月25號這一天，古巴的海岸警衛隊在外海跟一艘佛州注冊的快艇交火。古巴的官員說呢，當時船上載有流亡美國的古巴人，他們想要潛入登陸古巴，還帶着非常多的武器，包括1.3萬發的子彈、13支的步槍、11把手槍，雙方就這樣子對峙，結果造成了4死6傷。大家在看說，這個會不會是1961年當時的豬羅灣事件的翻版？這群人是自發，還是 CIA 故意在這邊策劃，想要讓古巴發起顏色革命？那艦長又怎麼看？之前這個豬羅灣事件的話，其實當時美國所培養的這些人其實是成千上萬的那他竟然還可以組成一個旅啊。那所以這一次我們看到這個，應該不是豬羅灣事件的翻版，比較像是顏色革命。那這個顏色革命呢，它必須要有內部的動力。那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古巴哈瓦那本身它連垃圾都沒辦法收了。那也就是說，因為這個國家像剛剛我們的鄭源老師說的這麼窮，然後再加上呢，它的披索不斷的貶值，那它也沒有可以支持這個國家的任何的能力啊。
但是呢，他們現在就是一股氣。那哪一股氣呢？也就是他們的總統迪亞士卡內爾他講的，說要保衛祖國，流血。留至最後一滴血，可是講這個一點用都沒有。為什麼？因為對於一般平民老百姓來講，那他要怎麼樣去跟你流血呢？你是有權利的，我又沒有權利。那所以我們這樣子講啊，說現在他的原來他的這個支持的這一個無論是墨西哥或者是這些南美的國家，通通都已經在這個川普的壓力或者是眼神之下，大家都好自愛了啊。那所以我們講說未來可能用什麼樣的手段，最可能的就是顏色革命，讓他內部的人推翻現在的政府，然後選出親美的政府。好，所以現在看起來，下一個目標可能是古巴之外，那南美洲國家現在大家也在看說，還有哪一個國家可能也是下一個川普要持續接管的國家？等一下，請楊老師來持續帶我們看。那我們先來看幾個現在被列出來，可能川普有興趣接管的國家。先看到第一個，墨西哥。川普已經多次的指控墨西哥是毒品的生產轉運中心，他也警告我們遲早要對墨西哥開始做點什麼吧。第二個就是我們談了很久的巴拿馬，川普也說了，這個美國已經重新拿回這邊運河的控制權。最後一個是哥倫比亞，因為川普他先前就痛批這個總統啊。當地的總統說呢，哥倫比亞病得很重，由一個病態的人統治，他喜歡製造可卡因並賣給美國，他不能一直這樣下去。這幾個國家哪一個會是川普接下來的目標？那楊老師又怎麼看？川普接下來的目標應該是他自己啊，要救他自己的政治的這個生命啊，尤其是在年底的啟動選舉。基本上。從關稅到銀魔案到 ICE， 對川普跟對 MAGA 而言，其實他現在的不支持率已經高達到60%以上。這一次對伊朗的動手，我覺得目前的情緒是複雜的，因為伊朗在美國的政治的就是論述當中啊，其實一直都是美國的最主要挑戰者，而且是邪惡國家，而且要發展核子武器，支持恐怖主義。可是呢，當你在伊朗的問題越加的深入，尤其是在攻打了伊朗，然後造成哈梅尼的死亡之後，媒体越来越多的訊息會出來，所以會絕對的完全是支持伊朗川普這一邊，然後使川普重新得到更高的支持度，這也不一定。那同時也取決於接下來後續的戰爭的發展。他是不是在接下來這個時間能夠去針對別的國家，墨西哥、巴拿馬、哥倫比亞？就我覺得他現在接下來能夠把委內瑞拉給處理好，應該就不容易了吧？那還有古巴，但這兩個國家跟之前跟這個就是伊朗不一樣，伊朗是個塞子，它已經完全的滲透，自己內部的兩個對立也非常的嚴重，世俗派跟神權政府。那委內瑞拉也某種程度也是如此，可是馬杜羅既然已經被綁架走了，那委內瑞拉現在面臨到的是，到底要面對川普要這個跪得多深啊？目前基本上已經頭低下來，可是沒有跪下去。所以川普會不會要委內瑞拉真的跪下來？但不會真的這個發動軍事的這個，就是說佔領啊，或者是地面上的攻擊，會不會一波新的綁架行動啊？針對古巴，如果川普能夠選擇，他一定會想選擇古巴，因為就再一次的解決掉幾十年來美國最大的就是區域內的挑戰者，那就是最不聽話的古巴。如果他能夠解決掉古巴，讓古巴形成一個親美政府的話，那這個大概是幾十年來，美國也就200年歷史嘛，幾十年來的這個最偉大的外交成就的總統，他已經解決掉伊朗，進入了古巴，但是古巴容易那麼容易的啃下去嗎？